这只猫自从老主人莱昂纳多住院以来，每天都去看望它。虽然这违反了医院的政策，但医院还是允许了，因为这似乎是唯一能让老男人开心的事情。然而，史蒂文医生却总觉得这只忠诚的猫身上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他对之前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感到困惑，并决心揭开真相。史蒂文追着猫在医院的走廊里奔跑，他下定决心要抓住这只动物，无论如何都要做到。最后，他把贝尼追进了一间房间。当史蒂文关上门后，贝尼再也无法逃脱。没过多久，史蒂文就抓住了这只挣扎的猫。通常，贝尼是非常喜欢亲近和关注的，但在拜访莱昂纳多之前，并非如此。现在，史蒂文终于要弄清楚，贝尼的每日探访不仅仅是为了与莱昂纳多亲密，原来这只猫在偷偷地为老人带入一些东西。史蒂文准备与贝尼对峙，但莱昂纳多在隐瞒什么？贝尼在医院里偷偷带入了什么？为什么史蒂文如此急于对峙这位老人？贝尼这只猫自从85岁老主人莱昂纳多住院以来，每天都去看望他。尽管这违反了医院的政策，但由于老主人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医院，这里做了一个例外。贝尼还非常善于与其他病人甚至医院工作人员交往，大家都喜欢这只猫。贝尼还提振了不少人的精神。起初，大家都没有问题为这只猫破例，但正如大多数人所知，好事总是难以长久。史蒂文医生，莱昂纳多的主治医生之一，最近开始注意到一些异常情况。贝尼在过去几天里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怪异。这只猫以前总是很高兴见到任何人，但这种情况慢慢开始改变，看起来它的意图突然发生了转变。贝尼以前总是想与其他人待在一起，但现在情况却非常不同。以前，这只猫进来后立刻开始与周围的人社交，现在它唯一期待的就是去拜访莱昂纳多。拜访结束后，贝尼才愿意再次被医院里的其他人抚摸。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天，虽然几乎没人注意到变化。史蒂文曾看到这只猫急匆匆地跑向莱昂纳多几次，他并不完全理解这只猫发生了什么事，但这种变化确实很奇怪。医生觉得有必要展开调查。医生首先开始思考的是什么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导致了贝尼行为的如此巨大变化。医生自己也是个猫咪爱好者，因此他能观察到猫行为中的细微变化。史蒂文认为，一天之内行为的变化是不可能如此突然的。人们广泛知道，猫咪一旦形成了习惯，无论习惯好坏，它们都会坚持下去。史蒂文真的很想了解这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但这确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莱昂纳多通常在他的猫咪探访时要求保持隐私。医生知道监视病人的房间并不是最好的做法，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做这种事。实际上，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而这显然是他不想发生的。因此，他必须制定一个不同的计划。虽然他不确切知道从哪里开始，史蒂文想到了一个主意：跟踪贝尼离开医院的路线。也许他能通过了解猫咪的来源来了解更多关于它的行为。他确信猫咪的行为迅速变化是由于医院外发生了某些事情。现在是时候了解这个可爱的猫咪发生了什么了。看来贝尼是个很容易跟踪的猫，因为它只是平静地在街上散步，并与每一个路过的人擦肩而过。这只生物实际上是医生见过的最友善的猫之一。他对这只可怜的动物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焦虑，并真的希望能让它重新感到舒适。最终，
猫咪来到了离医院大约20分钟路程的老房子，穿过了一个猫门。起初，史蒂文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紧张，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史蒂文不再犹豫，走上前去按了门铃。他不知道会是谁开门，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真正待在这里。他必须给这个陌生人一个合理的借口，但这些都不再重要。史蒂文只是跟随自己的好奇心，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房子里发生了什么。在他等待有人开门的时候，门铃并没有响起，没人来应门，但他知道屋子里有人，因为他注意到门附近的窗帘微微晃动。有人看到他站在那儿，但却不愿意开门。为什么有人不想让史蒂文进屋？史蒂文确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并不确切知道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要更加关注这只猫，因为这真的让他对这只可爱的动物感到担忧。因此，他的计划是下次贝尼去医院时进行观察。接下来发生的是，猫咪第2天没有来医院，也没有在之后的几天出现。史蒂文担心自己吓到了屋子里的神秘人，担心他再也不会让贝尼来医院。他开始对自己跟踪贝尼的那一天感到非常内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贝尼没有去看望莱昂纳多，这位病人开始变得非常糟糕。他抱怨，待人刻薄，尽管他没有询问猫咪的情况，但他把任何接触到他的医生的日子都变成了地狱。但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逐渐明朗。除了住院的第1天外，莱昂纳多的房间里没有其他访客，除了他心爱的猫。但在史蒂文去过那个诡异的房子之后，贝尼停止了探访。陌生人开始每天都来探望莱昂纳多。史蒂文对这一变化非常好奇。通过行政办公室了解到，来访者的名字是托马斯。托马斯的名字与莱昂纳多的家人都不相似，这让医院工作人员产生了许多疑问。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心爱的猫咪的缺席。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个新来者，但没人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这个神秘的托马斯总是确保莱昂纳多的门紧闭，窗帘拉上。当他进入房间时，所有的护士注意到的只是莱昂纳多在托马斯来访后似乎没有比贝尼来访时更开心。一天，史蒂文鼓起勇气问托马斯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探访这位病人，但他得到的只是完全的忽视。医院的规定是尊重来访者的隐私，不管他们与病人有何种关系或兴趣，只要病人要求就可以。这也是莱昂纳多的情况。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阻止那个人来这里。史蒂文知道自己草率决定通知保安，因为他知道托马斯不怀好意，他们会确保莱昂纳多的新访客在没有很好的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再次进入建筑物。史蒂文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位担忧的医生编造了其他病人和医院访客抱怨托马斯面貌阴森的借口。他们显然向史蒂文报告说，他们在他周围感到非常不安全。这对医生来说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如果他不能用证据支持这一点，可能会对他的工作产生影响。不过，史蒂文还有一个替代动机来禁止这个人进入医院，这可能会促使其他医院员工支持他的说法。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其他人注意到贝尼停止出现了，因为托马斯开始了他的每日探访。根据这种逻辑，这也可能反向发挥作用。保安接受了他的请求。在接下来的2天里，莱昂纳多没有接到任何访客。在第1天，病人愤怒得难以置信；到第2天，情况稍有好转。莱昂纳多恢复了不与任何试图与他沟通的人说话或反应。对史蒂文来说，这被解读为一种改善，
医院的日常生活继续进行，至少工作或访问的人不再被一个可疑的男人在走廊里闲逛的存在分心。此外，一个安静的莱昂纳多比一个尖叫的要好得多。但在第3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事情几乎正如史蒂文所希望和预测的那样。那天早上，第一个通过医院门口的显眼的生物就是贝尼这只猫。这个动物已经在医院里取得了相当的名声，即使是那些从未见过它的人也能立即认出它。贝尼直奔莱昂纳多而去，接待处的某人立即提醒了史蒂文。医生幸运的是，那时他离房间比贝尼更近。他迅速走向房间，并在猫咪出现之前关上了门。史蒂文知道下一步将是关键，以便发现更多关于这个谜团的真相。此时，莱昂纳多仍然拒绝与任何人交谈，这意味着他也没有抱怨门被关上。但是当贝尼靠近朋友的房间时，发现门是关着的，他不知所措。这种情况在他所有的探访中从未发生过。在贝尼设法找到进入房间的方法之前，史蒂文已经悄悄地靠近了这只动物，并试图抱起它。这只猫通常非常喜欢被抱，所以这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令史蒂文惊讶的是，贝尼突然猛地跃开了。史蒂文对这一举动感到惊讶。接着，他有些绝望地在医院走廊里追赶这只猫。这个场景显然引起了许多围观人的注意。当两者擦肩而过时，史蒂文知道这一定看起来很愚蠢，但他不打算让这只猫这次逃脱。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贝尼犯了一个错误，进入了一个空办公室，而不是转弯进入新的走廊。史蒂文迅速行动，跟随贝尼进入房间。在他逃跑之前，医生已经关上了门。他现在孤身一人，面对着这只神秘的猫。即便现在他把贝尼锁在房间里，史蒂文也很难抓住他。第一次尝试时，他只得到了一些抓伤和手指、手臂上的小咬痕。最终，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终于有机会了解这只动物和莱昂纳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还会揭开关于那座房子和托马斯的谜团。尽管史蒂文还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些答案比预期更快出现。当他抓住贝尼时，他发现了一个他以为只是贝尼项圈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是为某种未知目的定制的物品。在贝尼的脖子上似乎有一个小的电池大小的隔层。史蒂文发现环绕猫脖子的锁将一切固定在一起。当医生发现点击系统可以取下它时，贝尼的整个举止立刻改变。这只神奇的动物又变回了它在医院里大家都很喜欢的平静和亲切的样子。史蒂文逐步开始理解医院里发生的事情。贝尼很可能正被训练着将这个物品带给莱昂纳多。无论医生出于什么原因，医生发现，当项圈被取下后，猫就知道它可以再次随心所欲。然而，所有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实际上，很多事情对史蒂文来说仍然是一个大谜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谁对贝尼做了这些呢？在让猫在医院走廊里漫游了一会儿之后，史蒂文开始检查刚刚从动物身上取下的隔间。他很快成功打开了隔间，看到里面的东西时，史蒂文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当然，一切突然对他来说变得清晰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刻跑去莱昂纳多的房间。他对这个人利用可怜的贝尼感到非常生气，但史蒂文知道他必须聪明地处理这件事。考虑到隔间内部的白色粉末，史蒂文知道最好还是让警方介入。首先，这个案子需要正确的解决，而不是单凭个人情绪或独自行动。从那时起，一切进展得非常快。
警方首先联系了当时在莱昂纳多那儿的托马斯，因贝尼没有出现。幸运的是，确认史蒂文的怀疑并不需要太多努力和时间。托马斯非常清楚这已经没有退路，他证实了警方的预测。接下来，警方的任务是前往史蒂文曾经见到贝尼进入的那栋房子。尽管无人开门，但这次并没有阻止警方。这栋房子实际上早已在可疑房屋的名单上。由于史蒂文的介入，他们现在有了正式的搜查令。特警队迅速破门而入，现场逮捕了2名藏在里面的嫌疑犯。第二天，史蒂文听到这个消息时，预计这2名嫌疑犯是莱昂纳多的家庭成员，但他们实际上是他的同伙。作为医院的联系人，史蒂文很快收到了逮捕的通知。警方发现了一堆非法物品，虽然警方尚未透露具体细节，但他们表示2名嫌疑犯已经做了笔录，且他们的陈述一致。这意味着现在有足够的证据继续调查，并对莱昂纳多进行对峙。当史蒂文和2名负责调查的警察到达莱昂纳多的房间时，老人又在尖叫。这一次，他确实是用尽了全力尖叫。不过，无论他现在生气的是什么，也不会比警方即将告知他的消息更糟糕。警察走进房间时，莱昂纳多立刻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可能从他开始变得不那么常被探访的那几天起，他就已经害怕这种情况。现在他知道自己完蛋了，几乎无能为力。史蒂文在隔间里发现的物质已经被鉴定出来，那是一种白色粉末。虽然不需要天才来确定其成分，但显然警方还是想确认一下。原来老莱昂纳多和他的同伙一直利用贝尼将这种非法物品偷偷带进医院，以满足他的瘾，而这些非法物品在他住院期间无法获得。然而，不仅仅是莱昂纳多在贩非法物品，随着故事的发展，史蒂文无法相信，显然这位老人是一个非法物品犯。托马斯和从房子里被逮捕的2人一起为莱昂纳多工作和贩卖非法物品，证据现在无可否认。而且有趣的是，一切都在史蒂文赢得与贝尼在那个空荡荡的医院办公室的追逐游戏后开始了。莱昂纳多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正等待审判。新的测试结果显示，他的预期寿命比医生之前预测的要长几年。尽管现在他可能并不对这个诊断感到满意，那3名同伙也在等待审判，而贝尼现在没有人照顾他。但是经过这么多的磨难后，史蒂文觉得收养这个著名的动物才是对的。他从罪犯手中解救了贝尼，并且感觉到猫咪也理解了这一点。此外，现在他可以更多地带贝尼去医院，让这只猫能继续与他的新朋友们互动。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